那北院裁定柯文哲交保，不能因为证人没有作证就认定需要羁押啊，因为检察官说证人还没有检验完毕啊等等啊。北院说，第一个呢，重要证人大多都完成诘问了，没有到庭的证人跟共同被告，在你检察官侦查庭中已经拒绝作证了嘛，所以呢。攻防明确了，很清楚了。柯文哲有罪没罪，证人讲什么，其实法官我很清楚了，不需要再多传了啦。那不能以有证人还没有作证完毕就认为有羁押的必要，否则羁押必要性之审查恐难落实。就是说，我觉得不需要等到作证完毕了啊。那去看看前一次的交保的金额已经对两人形成足够心理压力跟拘束力，就7000万已经够了那另外呢，因为证人非常多，听说几百个、200-300个，如果一概都限制他接触，恐怕过度限制一般的行为自由，会限制过当，不合比例原则那柯文哲律师也说，那这样的话，都变成等于让他完全不能跟他接触这是很残忍的惩罚所以呢，因为有200-300个证人嘛，所以你怎么办那所以呢，这个北院。限缩接触范围只限于还没有传的证人就不能所有都不能接触了因为传过接触有什么关系呢？他在讲前面都拒绝了。那柯文哲说，检察官是先关人再找证据，所以他希望当曼德拉，不要当吴子旭曼德拉政治犯嘛，关了20几年那柯文哲生气说，要我把证人的200-300个人都背起来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这个哪些是证人所以检察官很恶劣，他觉得这样要求很过分那另外呢，7000万交保，说呢柯文哲有抱怨说，我的月退俸都不够付7000万的利息，7000万我要借借款要付利息对不对？那我哪有钱去付利息呢？那另外呢，在开庭的时候，法庭突然传出清清白白呐喊声，不知道谁喊的了，审判人不高兴了，柯文哲也傻脸了，小草去制止，不要扰乱法庭的秩序等等。那北检会不会再抗告了？说北检说我受到裁定书以后再研议是不是抗告，看法官讲的有没有道理我有没有理由去抗告我们看一下。坐上车从北院离开，柯文哲摇下车窗和小草致意，感谢陪伴。对比和小草热情互动，柯文哲回到家面对镜头倒是变得非常冷漠。直接和妻子陈佩琪进家门，不多谈，或许就怕多说又被北检抗告。针对北院对柯文哲维持原裁定，民众党发表声明谴责北检，主张柯文哲的案子有200到300位证人都应该禁止接触的理由明显不当。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今天算是重重的又被打脸了一次，会诚恳的认错，就这样算了。还是会继续抗告，继续搞下去。我不做任何预设。听到柯文哲再度交保，柯妈妈一开始还不相信，直到确定保释金不必再增加，才哭出来。我的孩子真是好孩子，爸伊嘛是都爱幸运啦，阮是都爱了理性啦。是柯文哲从北院回到家，全程不发一语，难道是因为被法官告诫这件事吗？相信清白，相信清白。柯文哲清清白白这句话围绕金华城案1年多来都能听到小草在北院声援，恰巧15号晚间，法官在说明裁定理由时传入法庭里面，让审判长江俊彦皱眉不满，告诉柯文哲这会影响证人作证。妹妹柯美兰对于哥哥再度交保就喊话小草，希望暂时能停止开庭的抗议活动。小草不希望政治力介入司法，法官也不想判决有政治压力。来，这个王慧。我觉得昨天，我想所有的这个小草们包含我们自己，当然都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在这个昨天这个北院还没有开庭之前我们也看到高院在判这个同一天在判这个柯文哲案子跟这个陈怡君议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只是说这一次高院的这个写的相关的这个新闻稿看起来是没有像今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的强硬。我从这个高院这一次的这个判决里面，我看到了一些空间。
那个空间就是说呢，让这个北院呢可以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证人这个部分哦，因为有200-300个嘛哈，所以到底是哪些人可以见，哪些人不可以见哦，做了比较清楚的一个裁决，让北院可以来把这个部分说清楚。所以北院昨天的这个裁决的结果，其实我老实说啦，比我自己个人原先的这个预期。我本来以为他有可能在这个交保金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提高哦，但是看起来他还是用原金额来做一个交保，但是没有继续来关押柯文哲。我想这是大家期待的哦，因为案子本身，我想它的内容长成什么样子，我们一直比较希望柯文哲可以被关押了1年之后，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最少可以坐下来，好好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看清楚，为他自己的官司去做相关的一个辩驳哦，到底清清白白要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明，而不是继续把它关押在里面嘛。好，所以我觉得昨天北院算是把这个还没有问完的这一些，他后来界定很清楚，就是还没有问完的这一些证人不可以跟柯文哲有任何的一个接触，那保金还是保留原来的一个部分啊。好，所以我想接下来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很关心所谓这个民众党有没有2颗太阳什么的问题啦。我是觉得柯文哲这段时间在一审判决之前，我个人比较期待就是说给他一个安静的空间，然后让他可以好好准备他的官司，也好好的养他的身体。因为确实我自己那一天在他出来的时候，我自己近身观察他，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包含把揪啊这种整个视线上面，我觉得都不是非常好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把身体养好。来，我看，柯文哲主席的事情哈，因为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就是清楚界定到底哪些人不能接触。那因为有4个被起诉的案子哈，那所以同案的证人好几百位，如果都不能接触的话，那确实他的那个整个活动范围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那现在就很确定，还没有问的，好像比如今天是李文忠，昨天以前李文忠就还没问，你就不要接触，就清楚了。那个保金也没有增加，后续就静待一审了。我补充一下刚刚在讲的那个台南市长的那个选举的民调哈，因为我必须说台南市的民调我是一直看不懂，好，是我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因为先前几次啊，2022年的时候，这个我看到谢龙介牙沟的民调是10几%，差很多，开出来40几%，那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现象，其他各地都不可能差那么多了哈，10几%开出来40几%，所以我也有一次问这个谢龙介委员牙沟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可能就是国民党支持者在历次民调当中他不太愿意表态。好，那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民调，我补2个点就好了哈，就是因为林俊宪委员有讲，就是因为这个很多这个支持者故意国民党支持者灌票给陈亭妃才会这么高，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跟谢龙介2个人 PK 的时候，总不会再灌票给这个谢龙介，你输了12%，所以这个是落后是事实，除非这个认为 TVBS 民调不准。里面的内容部分因为这次配不了人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新营跟白河陈亭妃掉了9%，谢龙介多了9%。这就是有风在的地方，所以显然对执政不满意了哈。民进党自己陈亭妃掉6%，然后呢，谢龙介国民党支持者多6%，有信心。我这边6，这是谢龙介多6，这是陈亭妃少了6。另外年纪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可以关注的点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样了。年纪20到29岁、30到39岁、4到49，像依序哈，陈亭妃分别掉了22%、5%、10%、8%，大掉。可是谢龙介在这个几个年纪多了14%、8%、5%跟12%，所以各个族群年轻。因为上一次的那个民调在2月份的时候，当时的民调是这样嘛，哈，就是这个差了16%，那现在已经拉近只剩下5%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当台南跟高雄都一直被讨论是不是国民党2个选项有可能赢的时候，其他的地方其实国民党执政县市它更游刃有余。所以2026现在目前变成不是说台南跟高雄怎么样好要赢多少，而是会不会有可能会输，这个会对2026的选举造成很大的冲击，就是讨论到底台南跟高雄国民党的谢龙介跟柯声有没有可能真的赢过选举。回来讲柯文哲，我也赞成说剪掉就算了，不要再更高了，因为你把这个案子办到变成很烂，你知道吗？所以你说好了放了，免得人家说我双标。这个因为本案已经超越以法论法的那种境界，所以也只好这样。但是只有一点，我一直咬住，我一直在讲。我也问过那个民众党很多人呢，我说橘子橘子为什么不请他回来？你看今天李文忠讲说橘子交给他800万，没有说明来源，也没有交代，他就转账。
我问你，橘子能够经手现钞800万的人，可以逍遥海外。你们说，他不回来，干柯文哲什么事？有事。我跟你讲，柯文哲跟你老婆Peggy，只要亲口公开说橘子回来吧，救救我嘛。Peggy 只要说我爱橘子，但是我更爱老公。你为了我老公橘子，请你回来吧。只要他这样一讲，橘子还不回来，我就原谅了。他没讲啊，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金口啊？你干调调啊，唔敢叫橘子回来？你回答我嘛！全国的人都不能了解，这个要变成黄黄燕了，你知道吗？橘子要变成黄黄燕了。去了再回来。柯文哲昨天闯关又被交保了，然后呢，今天诘问李文忠1.5小时，他们之间也要诘问哈。那另外呢，柯文哲跟橘子到底什么关系？老沈一直很关心橘子。李文忠说他们是一组的，其他人不知道两人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嘛。对，我们知道他们是很好的啊，或者他们是有这个什么这个也许。主管跟部属的关系啊等等，但是其他我们也不知道啊。那李文忠说橘子给了他800万，但是我不会问他哪里来的钱，他给我补助他们基金会嘛补助，我就不会问他怎么很奇怪啊，还好我的部属给我800万，我说你来叫我钱，人家是要基金会嘛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辩护人抗议检方你在搞政治侦访啊。人家政治现金，你要问哪里来的是属于你要问的吗？陈志涵也跟着柯文哲帮忙喊冤，说李文忠是很冤的那另外呢，这个说陈志涵曾经被认为是战犯，现在翻转了，所以陈志涵说他现在如释重负，说北检呢无限的扩权无限的扩权那另外呢，陈志涵并没有害到柯文哲。所以，因为本来说柯文哲搭陈志涵的车，所以柯文哲被在押嘛，那现在放出来了，小草就涌入陈志涵脸书挺他说：“小姐姐受委屈啦，阿北没事啦，小姐姐清清白白志涵加油，不要理会闲言闲语等等等等洪国昌听到检察官问李文忠，民众党的党务哪些人政治现金呢？哪些人他越听越火大，所以你是不是搞政治侦访吗？你搞这干什么东西呢？民意基金会调查说，他们有一种温度计啦。赖清德的平均温度是43.34度，柯文哲温度48.81度。换句话说，柯文哲的感情温度呢是大于赖清德，就国人台湾人对他们感情温度是大于赖清德的那国人对赖清德的感情温度只有43.3度。윤云龙说，人民对总统感觉趋向失望、负面跟争议性，所以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只有43。它高的时候也可以到68度64度63度差也只有50几度现在掉到43度。所以大家对人有感情、有温度嘛。我对你到底感觉怎样？热不热情？看一下。最原始的交保裁定的部分，对于证人，他其实呢有说到不能够接触。不过我们所理解到的不能接触的证人，应该都是尚未诘问的部分，不然本案其实被检察官、被调查官所传讯的证人多达200到300多位，而且呢很多都已经拒结了。这回更裁结果虽然维持原裁定，但北院也厘清限制接触范围。像检方抗告提到的陈志涵、陈佑成，在审理中至今没列为将传唤的证人，因此跟柯文哲就可以日常接触。16号一早开庭审理金华城案及政治现金案，除了被告柯文哲到庭，李文宗、李文娟、会计端木正等人也被传唤到庭，厘清收贿以及运作细节。其实柯文哲跟李文宗是老同学，日前柯文哲也曾公开替他喊冤，却也成了高院撤销交保裁定的理由之一。如今柯文哲终于重获自由，北检表示将等收到裁定书后再研议是否抗告，就得看后续检方提出的理由能不能说服法官。赖佳宇，
我觉得北检抗告对柯文哲来讲还是有意义的啦，因为毕竟柯文哲第一天出来就先喊说，检察官查这么久，查到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们民众党是这么干干净净哦。结果现在北检抗告之后，柯文哲是一句话都不讲了。那柯美兰也呼吁这个小草还有这个党务人士停止抗议活动怕害了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其实某种程度还是知道司法这个还是在持续的侦办中。那刚刚讲这个钱的问题，就是柯文哲到现在最说不清楚的。所有的金流现金，包括不管是邱佩玲、彩飞轮的300万，管理室的500万，或者是橘子的那个800万的现金，妙天的1000万，这些钱到底是从何而来，又到哪里去？那这整个过程中，李文忠他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因为不管是橘子把800万提到李文忠面前，李文忠是连问都不问。李文忠是办公室的主任，可是对于一个徐子瑜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提着挂着800万，一弄毛利舅们就知道说，他也知道徐子瑜的角色，他也知道这个钱问了也是不知道，总比知道的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朱雅虎传了一个简讯给李文忠，跟他讲说，这个7位210万。感谢560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李文忠某种程度也是知道这个金华城的状况，所以当柯文哲替李文忠喊冤的时候，有没有回过头想一想说，李文忠他所掌握的这些金流跟整个的关系，其实在检调办案的过程中也是关键的一环。那最关键就是橘子，也就是刚刚沈大佬讲的事情发生到现在，当这个钱到了市长室，柯文哲踩飞轮，柯文哲说橘子就提走了。那妙天的1000万也是橘子提走了，那橘子现在就是最了解这些钱到底从何而来、到哪里去的人，可是他到现在还是不回来，也没有办法厘清整个案情的关键。所以柯文哲讲到现在，虽然说想要做曼德拉，不想做伍子胥，但是这个比喻也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曼德拉他是促进黑人平权、转型正义、和解的一个在南非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被视为是一个英雄，而且是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那他做的是黑牢，但是跟柯文哲现在的状况，不管从金华城的案子，或者是这些现金的争议，都是完全不一样。那伍子胥更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他这个进谏言给吴王希望这个吴王能够对越国的对越王勾践能够这个斩尽杀绝，但最后没有所以他最后这个悲愤而终，说希望挖下我的双眼，然后好好的看越国怎么来进攻吴国，甚至一夜白发，是为忧国忧民忠诚爱国的一个人。所以柯文哲这样子的比喻有点，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要比喻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想要当总统吗？脸上贴金呢？这是沈大两个都不是。柯文哲什么意思？我觉得其实应该就是针对他这样子，过去1年就是持续被关押在里面那。过去这1年当中我们其实觉得到现在其实也没有查到什么具体的一个证据嘛那以曼德拉来说，他是关了27年，我记得这个时间那当然我们是不希望主席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啦所以我觉得他讲的是那个政治的这个冤狱的一个部分啦我想我们还是期待啦大家刚刚讨论很多橘子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有关这个李文忠今天所讲的部分，我相信主席自己在庭上也会来做相关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后续的这个相关的交叉诘问有相关的内容，我们就继续来观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一下子就好像要帮这个柯文哲来做相关的定罪嘛，因为台湾基本上就是一个无罪推论的一个国家但是目前为止，好像只要出来一个数字，举凡有数字，大家就马上要帮我们柯文哲来做一个对号入座，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就柯文哲自己来说明嘛，他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嘛。我看，因为柯文哲主席的案子被起诉有4个，加起来是囚刑28年半了。那支持者们都有很多情绪。第一个，我很早就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既然已经起诉，代表什么？代表厚厚的起诉书已经写完了。那橘子当然是一个重点我的看法跟沈大佬一样，如果橘子能回来厘清很多的这些疑问的话，一定更好。可是橘子现在毕竟是没有回来，好，那这个是现在客观的事实。
那你起诉书也写了，就橘子没有回来的状况之下说，你已经起诉柯文哲4个案子28年半了。那起诉他了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把他压着？就是怕他逃，或者是说怕他会影响其他的证人。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排除嘛，比如说电子监控，他不会离开。再来，你可以禁止他跟其他人接触，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了。好，已经7000万人交保。可是好，刚刚我也在看那个，就是柯文哲主席昨天交保的那个支持者们，他们那么开心的那个画面，在那个北院的门口跟他握手。1审还没有到啊，1审、2审还有后续的定验。好，这4个案子加起来28年半的求情，求情是检方的态度啦，法官不一定认可。可是里面有很多包含的这个公益侵占罪啦，或者是这些相关的这些政治献金的东西，这个后面的官司，我觉得1审还有硬仗要打，不是说交保就没事了，后续还是要面对检察官所掌握的这些事证，包含刚刚所提到的你领的那些现金，还有一些其他的钱，这个后续还要看1审的结果。这4个案子哦，那时候打起来很花很多时间的，也会蛮久的。我是劝小草跟柯粉们听柯美兰的话，柯美兰一向是很护他哥哥的，他现在叫大家稍安勿躁，不要再抗议了。我觉得大家稍微再等一下嘛，1、2个月，等1审判决，然后详细的看判决文的内容，再决定你要多挺柯文哲嘛。可是我看你们来的，人到尾真的是很难看啊。续下再回来。我是很不愿意在这边讨论国民党主席了啊，因为就是跟我自己有关的新闻，通常我都不讨论。坐到后面去，我来做。有道理，有道理，你在偷听啊，你偷听就好。那马英九录了一个影片，挺罗智强选国民党主席。这是减票减，你知道不会增加。好，马英九不了解自己。马英九说应该交棒了哈。那另外呢，罗智强昨天也领表了参选国民党主席，同时推徐巧芯掌社群媒体，又再推莱尔校长，因为莱尔校长很红嘛，在网络上那张亚中也领表参选国民党主席而且张亚中说，为什么你说韩国瑜不能选总统呢？韩国瑜可以选总统，不应该否认韩国瑜，所以张亚中韩粉的票啦，打韩国瑜牌那傅昆萁也不排除参选那他昨天说，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我一定有份这个很坦白那所以呢，他说参选人应该组成一个梦幻队，所以呢喊话。党内要先协调嘛，不要到时候打成一团。先协调。你有梦，我有幻想，叫梦幻队。那昨天呢，这个有一个民调，艾普罗民调调查公司做了一个民调了那如果郑丽文、郝龙斌、罗智强、张亚中4个人，因为8、9个人很难做嘛，有4个拿来做的话，因为张亚中上次选举票很高上次朱立伦8万票，张亚中6万票所以呢放在一起，那都差非常近。张亚中反而这次声势比较弱，22、20、18都在正负3%之内，他在正负3%，他在正负3%之内，所以这3强鼎立这个差很少。但是不一样的是，郝龙斌还没有宣布参选郝龙斌还没有宣布参选就已经这个几乎是跟郑丽文这个并驾齐驱了所以呢，这个郝龙斌也很有信心，说我一旦宣布以后，一定扶摇直上那告诉你先嘛，他有这样讲。林涛，你乱讲。林涛评论说，不要以为现在谁掌握了军系跟地方票源，谁就会当选不要以为这样子那很多参选人都有一个很深的谬论，以为军系支持地方派支持就会当选所以呢，他说这个至少4年以前，朱立伦就提出党务革新版，而且他落实了。林涛因为很支持朱立伦，我们看一下。他为国民党宣扬理念，耕耘基层，选战无一不语。在网络社群时代，他是最能领导国民党的中心干才。我们老一辈的国民党世代是该交棒的时候了，让罗智强带领新一代的优秀同志继续打拼，在当前台湾实现政党轮替，让国民党重返执政，强心出击，翻新国民党。
以年轻化为目标，在徐小新的陪同下，罗志祥赴党部领表，同样要选的曾丽文与张亚中则派员带领，但还没表态的，并不代表他不想要。包括这个军公教的这些协会啊，退休的警察人员协会，都表示希望啊，昆萁能够为党承担更多的责任，大家是不是能够来协调一下哈？呼吁党中央先协调，再选举。刚好政党副总召开始思考是否参选主席，一份由艾普罗操刀的党主席民调横空出世。数字显示，若是有郝龙斌、郑丽文、罗志祥与张亚中的四方角力，郑丽文以22.2%的党员制度位居第一，但前3名制度都很接近，跟傅昆萁的说法不谋而合。现在这些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是很完美。直言台面人选都不完美，除非将郝龙斌子人选换成赵少康，相同样本中，赵少康还能获得29.9%的支持度，郑丽文跟罗志祥则接往下滑，张亚中也仅有5.3%，一人名的差距拉开至1成以上。至于其他对手呢？我想国民党不需要再搓汤圆了吧？国民党这种密室的文化其实应该改变了。党员的名单、党员的电话从哪边来的哈？那希望他们也提出一些解释嘛。连民调可信度都备受挑战，黄伦要把门关起来谈，这100年大党的家务事远比对外更艰难。姚沈来，这段给你主持，你说。不是这样哈，我认为啊，国民党不经过选举还好，像这样的选举啊，不会选上的，但是讲一些杂七杂八的，每讲一次，国民党的声望就下去。你现在的民调，国民党还不错，是有上来了，但是你看傅昆萁讲什么，罗志祥讲什么，这些人愈讲愈绕开啊，就是你们这些人有在为国家、为社会、为党，都是为自己啊。像傅昆萁就说，很多人劝进了。你给你劝进的人是什么款人？什么卡小啊？为什么目的劝进嘛？讲得清楚啊！但是呢，这些像马英九出来助选，他越帮越倒忙嘛。你马英九要帮你的忙，你要尽谢不明。你说我讲的，你说听你本来还可以当选，他一出来你就完了啊！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2个学者专家，一个是文化大学的钮泽勋，一个是郭正亮，你认识吧？他耶鲁的呢。耶鲁的、文化的，他们都很明白的表态。这2天都说他们支持郑丽文也好，罗志祥也好，他们没有讲你的名字，就是不要你。他们就说他们2个不管哪一个，就是会带来世代交替的新气象。我今天就不客气了，我1个礼拜2次坐在你旁边，你到底少哪一点气象啊？他们有的，你到底是哪一点没有新气象？你告诉我，啊，别讲，啊，你讲，我不要回答你。设计师我不要讲了，讲。我今天就坦白的讲，郑丽文跟罗志祥不是没有优点，但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比如说让钱的效果减掉最低，让牛鬼蛇神比较不敢乱动，这个对你来讲小事。你都会做得到的，所以他们2位年轻人能够做到，你都能够做得到。但是你能够做到的，他们2个做不到，他们就是太嫩了，而且呢，他们太偏了，就偏到一个角落，压得住这个，压不住那个。国民党就是鸟能嘛，孤臣孽子啊，乱臣贼子啊，牛鬼蛇神啊，你是讲好听，你讲有防护性啊，有军事啊，有好有坏啊。我讲天下有哪一个党是4分5裂到这种程度？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你恭喜了，基本上郝龙斌民调美啊，所以你不得不啊，你洗头下去了嘛，你逃税了，你不得不选啊。那你选了一定当选，是先给你恭喜，不是恭喜讲你当是主席呢？你这主席没什么当去恭喜，你去坐这个位去坐10党家伙赚多了，你知不知？你这个位置没了。你当主席，你不能做这个，而且你主席成功了以后，你不能再回来，所以我们就要提早 say bye bye 啊，我们都要调试我们的心态。我们以后来不是少康战情室啊，是什么战情室还不晓得啊？那我问你哈，我为什么要恭喜你？这是你千载难逢，活这一辈子难得的机会，你可以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党到今天，这么在世界上这么伟大，亚洲第1个民主政党，从奄奄一息
把它救上来，这何其难得！你把一个党拉拔成一流的政党，让人人听到国民党肃然起敬，肃然起敬，而且在你任内，你提名的人，平时我不敢讲哦，走到今天，连谢龙介都快要当选立法委员了，你的总统候选人选不上总统，这是机会啊！你看将来我们讲中国国民党的党史，会讲孙中山啊，讲介石啊，讲经国啊，什么严家淦一大堆，最后不得不讲赵少康呢？少康中心但是你赵少康任内的丰功伟绩啊，把前面的人一笔勾销，何其伟大！你知道吗？而且何其简单啊！你知道，你就是少赚几个钱而已嘛，钱对你已经不重要了。这个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而且你做了足顺遂啊！你俩刚刚想过这样困难，这样你用时打电话我就在头讲啊。曹老师就对了，来淑慧。被沈大佬讲完以后，我都不知道我还可以讲什么。不是，你是好消息，我告诉你，郝龙斌不选了才没有人看，你的头啊才保得住。你不会抓那个游淑慧去斩头嘛？不会，郝龙斌说不定谁都不会啦。不过我是觉得啦经过民进党9年的这个政治迫害打压国民党现在支持者好像就是在选党主席或者在选谁，都是要挑有战力的也就是，可是这个战力是不是简约成说能骂得很凶的这个另当别论。反正大家就是要找一个有战力的。可是这一任党主席很重要的任务，除了是对抗民进党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2026跟2028，2026跟2028要打胜仗。这个打胜仗除了提名很重要，对付民进党这些牛鬼蛇神很重要，其实国民党内部也很多牛鬼蛇神所以沟通力、协调力这些其实说不定都比战力要重要。尤其是这一届的党主席被外界认为说是一个这个造王者或造后者因为大家对于2028的期待人选可能是卢市长，可他因为对台中市民的承诺，他没有办法来选这个党主席，所以这任党主席要把自己压到最低，要把别人造就别人列为他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啦就是我也希望党员去看多想一想除了战力以外，协调力、沟通力其实都很重要。然后我就希望说这一届的党主席蓝白合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更希望是要看到对党的政策跟主张跟改革的做法是什么。到现在似乎比较少人去谈。还有一件事是党务的因为可能赵先生要选，我要先提醒赵先生过去我们选党主席这2次选党主席其实有一些选举上的弊端因为我们党务人员大量减少，然后又有一些人头党员，该不会都有自己盖的状况对，我之前在因为郝市长帮郝市长选过嘛就有人来通报到3点半之后，有人带着一袋的党证来然后他盖200多张，或者是有地方党工就自己拿出一叠空白选票，3点半之后没人来投票了嘛，就自己盖，因为党内选举比较少人监票。但是如果国民党每一次到最后越选越多这种党务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党主席选出来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真的党员的党意的展现我都打一个问号。所以还是要呼吁啦，就是真正的党员要踊跃出来投票。而且这样的话，因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积非成是不可以的。对啊，像以前的话，比如说什么抄党员名册什么死的给他抄，那些人都违法了。所以你这样乱盖章，你其实也是，其实他们都还在党员名册所以如果有人拿着他们的资料来投票的话，都让他投了。那个要自己投不能代投的啦，那可能违法的来，所以我是很负责任的讲，我是台南市党部主委，在我这一次承办的党务办理选举，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那很多人质疑说，那你要让成这个选举，因为主席选举是跟党代表选举同一天，领2张选票。他说，那万一台南市名额不足，会被人家骂。他说，好像你们国民党连选党代表都不足额。我说，被骂总比被关好。我上个礼拜开会就这样。所以不管你是过去的这个发生了伪造文书或怎么样，再来就是说，主席当然党员是期待有战力，那有战力，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民调，基本上
都是属于有战力的。那当然，这里有少康兄，我是不方便讲太多，就是说为什么会呈现这个趋势，就是因为2024的选举，所以造成基层党，因为基层党员跟我反映太多了，包括各种系统、防护心的什么，他们都知道，在无法选择的状况下，他们会认为说，我觉得谁特别适合。可是当这个民调出来，就是说可以让各方都接受，而且什么叫战力？就是说在媒体上的论述。那少康兄现在是在第一线，等于是一军了，在媒体，而且对于所有时事攻防的议题，都是在第一时间就有各种评论。那当然这就是你的优势了。如果你有选，这就是天然自然跟随你而来的一个优势。那这个民调为什么我觉得蛮贴近事实？就是说我们在基层听的是这样。那其他如果你今天没有参与，那就是三强鼎立。所以党员期待的，那因为我是党务，我必须中立了，我没有说支持谁，大家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但是投票，我唯一能帮你们做的就是说，不可以假冒、舞弊、灌票、投票。甚至我这一次，我要跟大家讲，有13、14万的有效党员里面呢，不需要缴钱就有投票权的，他基本上有6万多。而且这一次在我台南市党部就是说帮忙人要来一次缴10个、20个所谓缴党员的党费，那你要有党权必须补缴，有的是1年，有的2年，有的3年。这一次几乎没有，就是说让这一些有党权的党员真正发自内心选出他们心目中的主席，也就是所谓的派系的人投票。不再有。那过去因为经常有人为了选中常委，他必须要跟中央委员、跟党代表绑在一起。这一次这种是大幅度的降低了，所以我认为这次的选举一定会做得非常，就是说让你们觉得确实国民党在改革这一方面是有所进步的。不过我还是最要补充一句的我认为国民党里面没有牛鬼蛇神，有的是英雄豪杰。各地英雄豪杰群雄并起，从某个角度，像这次选举那么多人有兴趣是好事的，最怕是大家都没兴趣了，都意兴阑珊了，地方也无所谓了，那个才惨了。休息一下再回来。是的。从高雄美浓盗采案牵涉到黑金了。所以承租人被压起来了，因为昨天检察官就说要朝组织犯罪来侦办，换句话不是一个人，它变成一个组织犯罪很多事情其实都牵涉到，不仅黑道，黑白两道都在里面，有些事情都是这样子的那美浓现在变成大峡谷变成那个 Arizona 的大峡谷案，那检调朝组织犯罪，你看组织犯罪案去侦办那另外呢，大峡谷的居民。蓝叫深渊，哇，好像古时候那蓝这个叫深渊阿伯哭诉说，完了把那根结只长叶子不结果所以呢还在居民还受伤，报警弄不好农地挖的到处坑坑巴巴，然后呢坑里面飘出刺鼻的化学臭味，丢了一些化学这种废弃物嘛，丢到里面去嘛阿伯脚上也缠着绷带。因为呢，砂石车出入造成摔车受伤，砂石车很大但是跑那边去乱倒砂石，先挖拿去卖，然后再乱倒，再赚钱那柯震因为他会开美浓大峡谷被泼脏水说那个什么是他的助理什么，这个不是他的助理是别的这个无党籍议员的助理柯震说不要想扭曲了，不要想掩盖真相了你搞我有什么用那好。劲爆做的民调，劲爆高雄市长选举，许智杰跟柯志恩几乎差不多39.8、38.9，差0.9就一样的啦赖岳荣高一点41.8、38.5，差3.3，也是误差范围之内，在统计上是一样的所以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柯志恩声势也是扶摇直上那林岱樺38.8是一样的，
跟这个柯志恩，原来林道化是最高的民调在高雄民进党里面，但是后来因为这些事情啊等等哈，所以可能有一点影响哈。那邱意莹37.8输柯志恩的41.8啊，所以柯志恩在那边呢，谢龙介在台南，柯志恩在高雄，看起来都有这个异军突起哦，这个后来居上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哈。那民进党里面他们互比呢，赖瑞荣比较高25.9，另外25.2、15.2、11.5啊。那这个看好度，赖瑞荣30.3，邱意莹18.2，徐基的14.5，林岱樺14啊。那另外呢，这个参选提及率啦，就是提到啊，大家会讲到他，所以赖瑞荣还是最高的哈。那柯志恩呢，这个也都到20%以上了啊。政党倾向支持民进党有40%，支持国民党的将近20%，民众党的10%，时代力量2.7%。哦，所以呢，民进党在高雄那边的支持度还是高的，但是支持度高，那为什么柯文哲这个民调还不错呢？所以有可能无党籍啦、中立选民，或是甚至有一些浅绿的，也许跑来投了。我们看一下。针对美浓出现大峡谷被这个砂石业者滥垦，桥头地检署的检察长上午率队呢亲自前往现场会勘。不过在这之前呢，就有地方美浓居民上前申冤，说这样子的状况已经2年多了，而且自己还因此受伤，连报警都没用。有啦，我就认真去办啦。抓起来，敢有要报？恁抓是抓只，其实大只你无抓到。没啦。大只就是大只，我是继续抓，继续抓。桥头地检署检察长张双辉呢，也向阿婆坦示说会继续抓哦。这名中姓阿婆呢，她是在这个被滥垦的地区旁边种田的。她说呢，这个砂石业者都是趁天还没亮的时候呢，就来到这边盗采偷埋，还会闻到刺鼻的味道，导致呢周边出现严重农损，芭乐香蕉呢根本就开不了花，结不了果，即便长出果实呢，也都是黑斑，根本无法贩售。所以这看到呢有大阵仗来这边才会呢拦截来声援。嘉宇，我觉得最近这个台南、高雄这个民调，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一个警讯，因为过去台南、高雄可以说是最支持民进党的，那尤其台南更是我们赖清德总统的本命区，也是我们的根哦。那高雄也是哦，那所以我觉得当然最近大家不管讲台南的光电板，或是高雄美浓的这个大峡谷事件等等，其实对于我们土地的破坏的程度，或者是对于这些良田美誉所造成的影响，我想对于当地的农民是最有感，也对当地的居民来讲，长期看着自己生存的环境变成现在这样，其实是希望政府能多做一点事。那如果从这一些的事件里面，政府能够赶快的把这些问题能够去改善，找到根源，包括说美浓大峡谷到底背后是谁？这中间到底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导致民众屡次陈情，最后都没有改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才能够真正让民众看到我们这个改革的决心。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这些民调，我觉得如果离选举还有1年的时间，能够赶快的从这些里面去做一些改变的话，一定可以再让我们支持者重新对我们恢复信心。你讲得很吃力呢，我觉得你还是绿的吧？是啊，是啊，你是绿的，所以讲得非常吃力啊。我要告诉龙盖先生，今天啊，柯志恩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挥之不去，要不收也不行的礼物了。因为这些坑坑洞洞哦，真的是一个好的题材到，非常性感，你知道 ，sexy， 真的哦，一听就说哪样呢？钱呢，然后人恶去啊，我那拢无分啊，这愈看愈艰苦，很可惜的，因为台南市也有类似的弊案，如果把柯志恩这个民进党的弊案，把他这些洞都搬到台南市，一掉去啊，一动上去啊。台南不是没有弊案啊，变的一大堆啊，关键一大堆啊，他有讲啊。但将来还会挖，但是呢，挖出来的案有没有这样性感，我不敢保证。如果有的话，你上了。来，龙杰兄，我想民调是这样了，参考了，这恶劣到什么程度？这叫一鱼三吃啊。第一个，你要知道屏东以南、高雄以南啊。楠梓仙溪、旗尾、离港溪、美浓溪，你知道整个冲积层啊，都是天然的沙
石、卵石跟沙，那是最好的建材。那他把它弄走了以后，小小的它会回填建筑废弃物，再来上面盖个鸡舍，我跟你讲就脱手了。那弄到大峡谷，弄到无法收拾了，连回填都不敢了，就跑了，反正就丢给你。所以我承租了，我是跟你租的，那你看对这个土地所有权人如何？他只能养龙胆石斑了，不然他这干嘛？而且可能当其中大酒斑呀，所以这个就是一鱼三吃，不可能查不到。现在的车队都有 GPS， 对啊，都可以查到，你都可以查到。如果10万年以后有考古学家回到这个地方研究说我们